欢迎来到 Crypto Tricks。在视频开始之前，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沿的讯息，不错过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We're going to make it.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Crypto Tricks。那在上期视频中呢，我们介绍了这个 AI 的发展的历史，以及给大家讲解了一下在2000年到今天这个 AI 的发展是呈一个什么样指数级的这种一个增长的趋势。然后呢，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生成式 AI， 包括 ChatGPT， 还有像 Stable Diffusion 啊、DALL-E 那种生成图片的这种能力，那 AI 的变革呢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们今天呢主要从这期视频主要讲解一下这个 AI 的一些定义以及分类，然后它的具体这个 AI 的元素有哪些，然后之后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generative 也就是生成式 AI 它的一些现在的 landscape， 然后是基于那个红杉资本之前发布的一篇研报，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生成式 AI 它在未来有哪些可能，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那首先呢，就是说在这期视频准备前呢，其实我问了 ChatGPT 一些问题，然后希望它可以帮我去策划这个视频的这个内容，但是呢并没有让我得到特别满意的答案，可能是我输入的那个 prompt 有问题。但是呢所以呢这部分内容是我去手写，就是还是去做研究去找，然后一点一点扒出来，然后给大家去经过我的思考以及提炼，然后给大家总结出来的内容。那别忘记 like 我们的视频以及分享，然后还没有 subscribe 的朋友来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OK， 那首先呢，这个 AI 应用呢基本上覆盖所有的领域，包括医学、交通工具，然后电子通讯然后网络以及科研，还有包括金融的交易，然后制造业以及物流等等。那 AI 其实已经覆盖到我们所有的这个生活中在我们的这个数字化的这种就是进程中，它其实已经在被 embedded 到这个所有的这个技术的底层infrastructure。那人工智能呢，其实是基于人类的智能与智慧所开发的。那 intelligence 也就是智能，它的元素有哪些？就我们来先看看人类的智能都有哪些。那首先第一个能力，也就是人类的第一个就是智能下的这个能力是推理能力，也就是 reasoning。那其实推理能力呢，是一个辅助我们在面对问题时去判断，然后预测以及做决定的过程。那推理能力呢包含两种，那一种为这种基于观察与对事物的描述进行的这种广义推理，那另外一种是基于事实、图形、数据还有一种明确的这些证据，然后进行了逻辑推理。那这个呢是一个推理呢是我们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能力。那第二个能力呢是什么？智能下面第二个能力是学习能力。那学习能力呢，毋庸置疑是通过这个多方的这个来源，比如说书本然后生活中工作中的经历与经验，然后教授与启发，然后还有这个结合人类的思考与吸收，然后获得的知识以及特定的这种技能与认知。那学习能力呢，其实可以增强人们对自己的这种未知的领域的去探索。那学习的途径的方式呢，可以分为，比如说第一种是通过这种授课的方式，我们就在上学一样通过这种音频传播，然后听众的聆听并记住对这些知识进行一个理解和获取。那第二个呢，是从一个人的一系列的这种线性的经历中去总结与学习。那第三种呢，是通过这个观察自然以及其他事物周边的事物，然后进行人类的进行这种模仿的学习。比如说像小孩在小的时候去模仿大人的这种说话，然后人类呢也可以通过去观察自然，比如说观察鸟类去发明飞机等等。第四种呢，实际上是通过这种从过往的失败与这个错误中发现事物之间的关系，然后建立这种联系去学习。第五种呢，就是基于空间的这种学习，比如说通过视觉，然后看到的视频、图片以及地图，还有电影，然后颜色等等，它在帮助这个人类在这个脑海中去建立这种空间图像的关系。那这也是一共5种这种学习的途径，然后这是人类具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那第三种呢，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那解决问题呢，毋庸置疑就是通过这种分析与辨别问题的这个发生的原因，然后呢进行拆解与决策，然后这么一个重复的过程，然后不断来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个最佳方式。那这个其实它一个主旨呢，是人类是希望去用最少的这种代价去产出最大的一个solution， 或者说解决方案或者一个结果。对，那第四个呢这个智能的元素，第四种是这个洞察能力，也就是 perception
那人类的洞察能力呢，是从环境、经历，然后感知周遭事物来去获取这个信息以及数据。那通过对这些原始信息系统化的进行这种整理和推理呢，以及筛选，从而可以获得有意义的这种结论以及信息。那 AI 同样也可以通过这种传感器、数据以及数学逻辑，具有人的这种洞察能力以及分析能力。那第5种呢，就是人类具有的这个智慧和智力的这个其中一个元素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语言能力 （linguistic intelligence）。那语言能力呢，是人类通过掌握语言可以进行有效的这种信息传递，然后它通过不同的这个语言去可以读写、听传听，然后去传递这个逻辑分析以及情感的这种沟通。所以其实 AI 虽然看似可以在很多方面呢都展现出来比人类还强的一些能力，比如对这种大量复杂的数据的去处理然后以及自动化很多这种任务是人类做不到的，但呢这个还是与人类的这些智能这些元素上，刚才我们讲这5个智能元素上有一些根本的一些方面的差距。那之前我们讲过，就是说可能有很多朋友知道，就是这个 AGI， 也就是 AGI 就是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就是有超人或者说与人类一模一样的这种智能的和智慧的这种 AI。那它是否也是一个探讨，就是否是说等它具有在各方面有一个超大的模型，可以具有这5个智能的元素结合在一起，然后是否就是到了人与这个 AI 去分辨不出来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也是一个思考在这儿。对，那首先呢 AI 的一个分类，就是人工智能的分类，我们首先从最大的这个框架下去看。最大的话是这个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然后呢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下有，从左边看我们有 Weak AI、Strong AI、Narrow AI。 那这些 AI 呢其实都是比较怎么说呢，在某一个领域上或者在某一个方面它是就是有一个专属的应用，那它是完成了一个特定的一个 task。那到中间呢，是这种 AGI， 就刚才我说过的这种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是有这种超人或者甚至类人的这种一模一样的智慧和能力。那其实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底下的这些 techniques， 也就是所实现的一些其他的科学或者数学上的这些 techniques， 就归类为这个 machine learning， 也就是机器学习。那机器学习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呢，就是通过数据来去学习。那这个机器学习中是一个比较大的框架，机器学习主要分为这个 supervised learning 和 unsupervised learning。这个 supervised learning 也就是说我学习的这个数据中，它是已经被标注好的，我知道这个比如说一系列数据对应的一个结果是什么，那这些数据是叫 supervised learning 监督学习。那 unsupervised learning 呢是没有那些标注好的，就是对这些数据有一个就是它到底是哪一类，或者说它到底是多少的这个结果是多少是不知道的，所以它是相当于我要去从这些没有被标注过的数据中去自己找规律的这种一个学习方式，那就叫unsupervised learning。那在这2个大的框架下呢同时再往深去挖，还有这个 deep learning， 也就是深度学习，这块就涉及到神经网络。然后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非常强大的，包括 ChatGPT 像 Transformers 也都是在 Deep Learning 这个范畴内，然后包括像那个 Stable Diffusion 这种 Diffusion Model 也是 Deep Learning 中生成的。那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呢又是另外一大类，然后这个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是强化学习。这个强化学习顾名思义就是像 AlphaGo 像这种进行 AI Games 博弈什么等等这种去不断优化自己，根据一个固定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一个政策或者一个 policy， 然后它去不断的优化通过这种对这个 reward 也就是奖励的这个认知和惩罚的认知，然后去不断的优化自己，然后去达到一个就是非常非常高效非常智能的这么一个AI。那其实呢，这4个类型都属于在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个大类下面，然后这4个呢，其实都是互相交错的，它们都是有交集的，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是独立的。那 deep learning 中也就是 deep learning 和 reinforcement learning， 也就是强化学习也是有互相交互的。那 reinforcement learning 这个学习过程中的训练也用到这个神经网络。那其实像 ChatGPT 的话，它的一个学习过程呢，不光是有这个 transformer， 那其实在像我们去跟他们聊天，跟这个 ChatGPT 聊天的时候，它的新的这个数据进来以后，它也是需要通过这个强化学习去不断的让这个模型变得更好，然后这个给出我们的这个结果会更加的好，这样的更加准确以及这个精准。那这部分也是用到了这个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所以就是说其实 ChatGPT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种 AI
的一个框架在底层去让我们看到这么智能的这么一种语言模型的回复。对，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 AI 具体的一些分布吧，就是可能我刚才上一页把这一页要讲了。那其实AI 的话，首先下面刚才我们说到有 machine learning 中，这个可能又从另外一个维度去分析的这张图。那这下面有 deep learning， 然后有监督学习、非监督学习，有强化学习，然后深度学习。然后呢，那这部分衍生出来的很多应用，在不同的这种情景下，以及这个 AI 智能方面，它都有不同的应用。那比如说最重要的是我们最近最火的就是这个自然语言处理的分析呢，自然语言处理。然后这块呢是 NLP， 那它可以做到就是这个深度学习可以做到去翻译然后包括像提取信息然后和做这种分类以及这个聚类等等的这些。那其实ChatGPT 都属于在这个 NLP 的这么一个框架下，语言模型。那包括还有像这个 speech， 也就是语音到转换到文字，文字转换到语音这一块，也是有一些相关的这个audio 的这些模型。然后那我们看比如说这个 planning， 然后还有scheduling optimization 这块自动化，然后以及去对未来的这些事情进行一些预测的话，这里面有这种像 probabilistic 这种模型，然后包括很多经典的模型，以及数学和统计学还有这个概率学上的一些应用。那还有一大类就是这个 vision， 也就是这个计算机视觉。那这个视觉这块就包含到我们这个去生成图片的，然后和艺术创作的这种模型。那比如说 DALL-E 2， 然后 Stable Diffusion 还有 Midjourney 等等，这些都是应该属于在这个范畴内的，包括像对图形和这个视频的一些分析，那这些模型都属于在这个类下面。那最后我们还看到这个 Robotics， 也就是机器人学。那机器人学其实它涵盖了非常非常多的各类的这个不同的模型应用。那也就是说，其实它里面计算机就是机器人，它下面也用到了非常多的不同类别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的里面的 techniques，包括像比如说如果是与人沟通的机器人，它肯定当然也会用到这种像 NLP， 然后包括对视觉的处理、这些数据的生成等等，这些也需要为这个机器人去提供对这个环境的一些认知，然后它才可以执行不同的任务。那这也是一个在 AI 里面非常大的一个领域。然后还有像这种 expert system， 包括像这种 inference engine 然后 knowledge base 等等，这种就是像 knowledge graph 等等，它都是属于这种 AI 的一个专业的这种专家系统嘛。对，所以就是说，其实生成式 AI 前的 AI 呢，它是基于这种已有的训练数据去训练，然后呢，它都是去分析已知的问题，它去解决我们知道的应该是要解决的什么问题。但是呢，生成式 AI它的一个变革就是说，在于它基于已有的这些数据训练呢，它还可以生成新的数据，就是我们未知的数据去组成新的东西。那这一块是生成式 AI 它所带来的一些变革，也就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轰动。对，那我们看一下 AI 的一些应用的覆盖那 AI 的应用覆盖其实也非常非常广。那这幅图我觉得其实给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怎么说，从底层到从底到高的这么一个框架。那我们其实从这个 infrastructure layer 来看就最左边这块，那这块是相当于底层的一个基建。那 AI 的基建呢，最主要基于是AI 的一个框架，然后包括我们前面可能介绍过的这个不同的这个 AI 去训练的这个模型框架、学习模型等等，像 PyTorch、TensorFlow、Caffe 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些框架。然后呢，这些 AI 的 framework， 它是从技术上的一个相当于一个框架。那 storage 还有 computing， 那这块呢就是这个 AI 去进行运算以及训练的这么一个基础设施。那这块就是云服务，那包括一个是云服务，再一个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工具，然后还有 GPU 专门 AI 的这个芯片的一个发展。那这块都是一个很主要的基层的一个框架。那包括再一个就是对数据的一个搭建，那数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infrastructure， 然后它跟这个 AI 的框架以及我们的这个云服务的这些基层呢，都是非常有非常连在一起的这么一体的一个框架。那这块呢又是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这块包含比如说不同的这个机器学习的模型，然后以及像强化学习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底层的，一个是在科学研究然后技术层面的一些发展和框架搭建，然后再一个是硬件的支持，然后以及算力的支持。那这是属于一个基建。那有了这个基建以后呢，那我们就会有
就有这个另外一层，就 perception layer。那 perception layer 这块呢，主要是一部分是这个 computer vision， 也就是机器视觉，再一部分是这个 speech recognition 和 synthesis。这个的话就是这两部分，一个是视觉，一个是语言，一个是说，一个是看，一个是听说，然后一个是看和感知。那这块呢，就包含各种各样的模型去专门解决 perception 的这个 layer， 也就是感知的这块。那再往后一个呢是 cognitive layer， 这块算是一个认知上的一层。那这层呢是有比如说像 continual learning， 然后 NLP 自然语言的分析处理，然后对人类这个语言的一个深层的理解。然后再一个是 knowledge graph 就是知识图谱的一些建立。那这块呢是更在这种 cognitive 认知上层面的一些模型。然后最后一个是 decision making layer， 这部分是做决策的这么一些应用。那这块呢就包含比如说一些智慧的这种决策系统，然后包括像刚才说的那种专家系统，然后它可以进行预测呀，然后理解，然后 diagnose 可以去分析数据，然后去有一个这么一个 system 的一个 pipeline。然后包括像 robot 机器人，然后这些做自动化的这个就是决策和 planning， 这些都是属于在这个 decision making 这个 layer。那其实我们有了基建，再加上我们不同领域的这个 AI 模型合在一起，那就是最上面就是到了我们这个 application layer 应用层。应用这层呢，其实它首先最主要的是它可以 empower， 就是赋能整个这个基础科学的一些领域。那比如说从化学、医学、数学就是材料学，然后就是像生物学然后包括这个物理学，还有information 有信息学等等，它都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算是一个辅助或者赋能。然后呢，我们就到了这个 cyberspace， 比如说像我们互联网然后整个这个数字化的这么一个领域，那都会影响到。然后包括像 social governance， 然后这个社会上的这个政府管理等等，还有这个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这些是工业制造业，然后以及物流等等这些供应链，它也是 AI 去 power 的。那还有这个叫 daily life， 对吧？这 daily life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点点滴滴，可能太多应用都是有 AI 在下面去帮我们进行完成或者说在现在这个社会中，我们都已经在所怎么说呢，非常熟悉的东西了。所以这块呢，其实是 AI 的应用的一个覆盖。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 AI 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这么一个就是范围吧，已经非常非常大了。那讲完这些呢，就上面我们聊了AI 的这些具体的分类，我相信大家可能对 AI 的这个原理以及它的不同的应用场景，其实都有一个更清楚的认知。那我们下面来聊一下这个今年吧，去年这2年的一个生成式 AI 的发展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革新。那首先呢到这部分呢，我们就是刚才我讲过，就基于这个红杉资本它发布了一篇研报，然后我们来讲一下生成式 AI。 首先呢，就是说结合我们前面讲过的，就是人类其实是非常擅长分析的，但是呢 AI 是更擅长分析的，对吧？就是从过滤诈骗这种邮件以及识别，然后包括预测你的网购的产品商品它要送达的时间，然后再到 TikTok 它下一个给你或者 YouTube 给你推的一个你喜欢的视频是什么。其实 AI 比人类有强大的多的这种就是大数据处理能力。那这些 AI 呢都被归类为这种 analytical AI， 也就是分析类 AI， 也就是我们刚才再往前看到的那种 narrow AI。 那这也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各类这种 AI 算法，然后他们呢每时每刻去执行了这种特定的任务。但是呢，人类的长处呢不仅仅是这个分析，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是有这种创造事物的能力。比如我们可以写诗作词绘画，设计产品，然后写程序，设计开发这种游戏，然后制定法律制度，制作音乐和时尚等等。那包括还有制作各种各样的工具。那在生成式 AI 前呢， AI 所在的这个领域，那其实都是那些重复性，然后类似于这种死记硬背的工作。那辅助人类将这个繁杂的这些任务可以自动化。但是呢，这个像生成式 AI 的这种逐渐的成熟，然后可以就是浮出水面了让我们也看到 AI 在创新事物上的这种可能性。那通过像 Stable Diffusion Midjourney DALL-E， 然后这些 Diffusion Model，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对这个事物的描述， AI 便可以生成有些甚至比这个艺术家水平还高的这种画作与这个设计。
那同时呢，Transformer 就刚才提到2017年谷歌发布的这个 Transformer Model 呢，其实带出了这个 ChatGPT 这种大型语言模型，它其实不仅能够类人的理解我们的问题和正常跟我们沟通，同时还可以大部分的时候呢，可以准确的全面的回答我们的疑问，并且提供很这个全面的解释。它甚至可以帮我们去进行头脑风暴，然后做计划、写代码。比起我们进到就是谷歌这个搜索框去搜索，然后再生成成千上百万的这个链接中去寻找答案，那 ChatGPT 变成了一种这个一触即答的这种世界数据库吧。所以至少目前在语言以及这种视图创造等方向，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生成式 AI 的这种潜力。所以这背后蕴藏了这些巨大的经济价值。那生成式 AI 注定会对就是需要人类进行创作和各种这个各行各业带来一些变革。那其实这篇文章中，这个红杉资本也指出，就是说生成式 AI 至少为这种知识以及创造性方向的工作者带来10%以上的这个效益提升，同时呢，显著的会降低成本，从而它会带来更大的一些商业价值。那为什么生成式 AI 会现在出现？就在这个时间节点，就2021年到今天2023年左右，其实有3个原因吧，就是大体总结一下。第一个原因是更好的这个模型，那第二个原因是更多的数据，第三个呢还是更多的更强的算力。那大致呢可以解答为什么它可以现在出现。那我们回到2015年左右的时间呢，这个是上一个 AI 的这么一个顶点吧，算是。那时呢，那时候的天下是谁的？是这个小而轻量级的这些机器学习模型，这些小模型 （small models） 是他们的天下。那这些基本上是不同的 model 和这个数学算法，然后针对这个回归问题，然后分类的这种方法，然后有很多的这种训练的不同的模型出现，然后可以去完成这些分析的工作，包括一些预测等等。那这些小模型呢，是由于当时成本都比较高，然后这个小模型其实更加的有效。那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在2017年Google Research 的这个 Attention All You Need 这篇论文介绍这个 Transformer 这个新的时间网络框架呢，它不但大幅提升了这种就是自然语言能力的处理，同时还显著的减少了这个对算力的消耗以及训练的时间成本。就也就是说 Transformer 这个模型的变化，它同时还减少了就是这个训练的时间和成本，所以这块也非常重要，也是为什么生成式 AI 可以这么突飞猛进的一个原因吧。那其实在这个2015年到2020年间吧，就是 AI 的这个研究与发展是呈这种指数级的一个增长和发展的一个时期。主要的突破在超出这个人类语言相关的生成能力，比如说手写、演说、理解人类方面的语言，以及视觉方面图像的识别以及理解。那不过要注意的是呢，这些领域基本上从未停止过发展。然后 ChatGPT 的火热，其实也像我刚才说的，跟这个公开给公众有非常大的关系。然后呢 ，ChatGPT 3相较于这个 ChatGPT 2就有了非常大的突破。那同时当时 Google Lambda 也是。那虽然在 AI 的这个研究上的这段时间，其实都得到了非常大的突破了。所以当时的那段时间是由于计算机成本比较高，然后再加上模型没有公开给大众，然后开发者无法接触和使用，所以生成式 AI 并没有被传播和火热。那其实到了2020年、22年吧，就这个阶段，那有更低的这个运算成本，然后还有更多的这个研究以及开发的参与，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个数以万计的这个 AI 开源社区，它是不断的对这个 AI 生成式 AI 进行迭代与创新，然后从这个 closed beta到了这种 open beta， 甚至再到开源。那生成式 AI 的大门呢，也就是这个floodgate， 然后它是向全世界打开，所以带给了每个人的冲击。那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呢，那红杉资本它也预测将涌现出基于这种生成式 AI 的多个这种 killer app， 也就是像当年这个苹果发布移动端 iPhone 还有 iOS 智能手机一样，那新的商业模式和应用场景将会创造出非常多的新的这个商业价值，所以很多格局都会变化。对，那我们看一下目前这个 generative AI 也就是生成式 AI 的市场的大概一个什么一个情况。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左边这张图。那左边这张图呢，其实是从比如说各个方面吧，就是人类可以去操作的，人类可以去创作的，比如说 text 就是文字，然后代码，然后图像语音，然后还有视频，再加上 3D 这个模型的建立，以及剩下的各种各样的比如科研领域的医学科学，然后音乐等等，游戏都在这里面。那这部分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
现在已有的基本上在每一个领域都有一个对应的生成式 AI 的模型。那比如说从这个text 上，也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也就是文字这块呢，我们可以看到有 ChatGPT 对吧 ？GPT 3，然后之后我们有 GPT 4，然后还有 DeepMind 的这个 Gopher， 然后再让 Facebook OPT， 然后 Hugging Face、Bloom， 然后 Cohere， 然后Anthropic， 然后还有其他阿里巴巴等等也有一些模型。那这部分都是语言模型，大语言模型。那这块的就是应用层面会影响到的是，比如像marketing， 也就是营销营销这边要写很多的就是 content， 然后去这个就广告素材等等，这些都是相关的。然后再加上 sales， 也就是这个销售的话，销售话术或者说邮箱等等，这些都可以用这个 AI 来去做。那包括像这个技术就是这个客服的话，这块也是，就包括 chatbot 对吧？就是很多问题，用户直接可以去问 ChatGPT， 也不需要有个人在那儿回答。那包括像这个写作，然后记事然后记这个笔记等等，这些都可以通过 AI 来去就是帮助我们完成。那像 code 这块，就是代码这块，像OpenAI 的 GPT-3，以前这块本来像 Microsoft 之前出的那个 Copilot， 其实就是基于 GPT-3去训练的，然后它可以去帮开发者完成这个 code， 然后也是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就是这么一个应用。那包括像 Stability AI， 然后Tabnine 这些都有这个像 code 这 generation 的这个能力，包括像写代码然后写这个就是文档然后写SQL database 这些数据然后包括像一些网页端的、手机端的一些这个开发等等，都可以由 AI 来去完成，或者说帮助我们完成。然后再加上这个下一步就是到这个图像这块，最主要的是像OpenAI 的 DALL-E， 然后 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Crayon 这些等等。那这些都是在这个image generation 领域生成图片，然后可以在这个媒体与这个广告领域都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影响。然后包括这个消费领域然后社交领域还有设计领域，都是通过这个在图像这块的突破，那可以通过 AI 来去帮助我们完成很多事情然后 speech 这块呢 ，OpenAI 有一些研究，那它有这个 voice synthesis， 那这块呢可以去同步，就像语音然后以及语音转换这个文字等等的这些模型。那其实 video 这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块，就是包括 Meta 的 Make Video，Microsoft 的 XClip， 然后我记得 Google 好像也有一个模型，所以就是 video 这块也可以融合到太多了，就包括像 creators 对吧？这个像我们平时做视频，那我们可以就利用去 AI 去帮我们生成或者说剪辑等等，然后再包括这个像video editing 这块还可以影响到各种像营销这块、销售等等，或者说media and advertising 这些都会影响到。那包括这个 3D 模型有 Dream Fusion， 然后英伟达的 Get 3D，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模型。然后主要应用其实可能在这个一个是视频生成，再一个是游戏这个领域中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使用场景。那剩下的就是比如像在一些科研领域，然后 AI 去应用，去帮助人类去做一些更多的突破，比如医学上等等。然后包括还有这个声音的生成、音乐上的生成游戏的生成等等，还有很多。那这块我们就大概看到，从人类各个不同的听说读写这些能力，以及看、感知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创作具有的最主要的能力，还有逻辑分析能力。那这些都是生成式 AI 已经覆盖的领域。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一块对应的也都非常有很多公司都是涌现出来了。由于这个 Transformers， 然后这些大型的 model 被开源被公开出来，然后这些各种各样的 startup， 也就是创业公司都出来去来这个在应用领域，然后进行各种疯狂的探索。那我们现在比如说看到简单来看一下，比如说在文字领域，那我们其实已经最著名的那就是可能就是 OpenAI 对吧？然后这个 ChatGPT 相关的，然后包括像 Copy.ai 这些都比较有名，然后是不同的应用。然后再加上，然后到这个这个 video 这块有像 Opus， 然后刚才说过几个什么 Flickr 这几个都在做。然后这个 image 这块也是一个大头，那这块主要其实就 OpenArt， 然后这个 Midjourney， 然后这些Playground 公司等等，这些也都在就是大量的这个 AI community 里面非常有名，然后很多人都在去使用他们去创作。那还有 Code Generation 这边有 GitHub 的 Copilot。然后还有其他很多公司，包括像 Web Design 的，
然后 documentation 等等，这些都是一些散的公司在不同的这个 code generation 上去做应用，然后包括 speech， 然后这块有 OpenAI 然后 3D model 这块 CSM 等等，然后剩下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就生成式 AI 它已经这个有没有感觉就像是那会儿我记得什么时候，2020年左右，或2020年底或者2021年初的时候，像是当时 Web3 领域中所出现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项目，有一种这个这个叫什么，就是突然历史重现的感觉。所以这段阶段呢，肯定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我们控制不好的话 ，AI 将会带来另外一个巨大的 bubble。我个人认为但是呢，我们也在看嘛，就这些应用如果做得好的话肯定最后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公司跑出来，然后真正的可以去改变我们很多应用和领域的。对，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模型模型呢其实是这样的，这个Generative AI 这方面，在这个红杉资本的这篇文章中，它是基于这个时间线，从2020年前到2020年到2030年，它对于这个在文字然后写代码然后生成图片然后生成视频等等 3D gaming 游戏这块，然后它以这个2个维度来去总结一下，就是说现在已有的模型以及未来有可能有的模型。那比如说在2020年前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 AI 基本上在这块都是像去来识别诈骗邮件然后基本的这种 QA 就是 FAQ， 然后还有这个基本的就是 translation 也就是翻译等等，这些是语言方面的。然后那会儿还有这个代码方面的生成，那可能就是只有一行代码的这种 auto complete 自动去帮你补全。然后在 image 这块的生成和 V6 这块基本是空缺的，包括到2020年的时候也都是空缺的。然后2020年的时候呢，是有在文字方面和到2022年都有一个基本的突破，像这些大型语言模型的出现，可以帮我们完成第1版和第2版的这种初稿。然后像这个 code 在这块这个 Copilot 的出现，那也是给我们有了更好的这个全面的这些AI 的这个就是代码的这么一个 suggestion 推荐，然后和完成。然后呢这块2022年的时候也是 Art 出现，就是像 Stable Diffusion Midjourney 出现，然后我们有了这个图像生成的这些 AI 模型，然后也是有这个 3D 和视频的初期的探索。那也就是放眼今年2023年到2030年，那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说，今年肯定是这些 text 生成等等 ChatGPT 它都会有一个更大的突破，那可能它会翻tune得到这么多的数据，那可能会写更好的内容出来，然后也不需要这个回答可能也会更精准。那像在 code 这块呢，肯定会有更多的这个支持更多的语言，然后支持更多的领域，就不同的比如说前端开发后端开发等等的各种各样的都会有更多的出现。然后今年肯定在 AI 这方面，就是这个 image 和 video 这块也有很多的更多的模型应该会出来。那这块呢是我们 almost there， 也就是黄色这些是我们马上就到了。那这个绿色呢其实就已经 ready for 就是我们现在的工业的这种级别的去使用。那其实这个红杉资本呢，它归这个像现在的这个比如说 code 代码生成以及文字生成这块，它都已经觉得这个已经 ready to use 了。那到了2025年呢，他们预测是说 OK 这个语言模型它可以直接去写出比人类更好的，到最后到30年的时候，比人类更好的就是相当于人不用去书写了，直接就是靠 AI 去来生成各种各样的文案。那 code 的方面的话呢，2025年的时候可以直接通过 text， 也就是直接通过语言描述，我们就可以直接做出来一个产品。然后呢，但是它可能是 draft， 也就是它是一个出版，还需要人类再去在它基础上再进行一些开发。但是呢，可能到30年的时候，就这个工具这种 AI 直接已经可以把 full time 的这个 developer 给取代掉了。那在 image 这块呢，就是图像这块，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到2030年这段时间，可能就是说，包括在 design 设计，然后在这个就是建筑行业，然后包括 fashion 行业、衣服的设计等等各种各样的设计相关的可能会被就是说有一些设计师的工作可能属性会被取代，但是它可以比如说这个直接生成我们想要的一个 final draft， 也就是最终稿。然后呢，2023年的时候，他预测就是这个最终稿肯定会可以去取代这个艺术家，然后设计师以及这个摄影师等等。
那最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video 3D gaming 这块儿。那这个块儿呢，他们是预测这个2030年会到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游戏以及电影都可以就是通过个人就可以去创作了。就可能比如说像好莱坞那种的，就是普通人也可以创造出来同样等级、同样级别的制作效果的电影。那这块儿可能就解放了每个人可以去来创作像这种电影啊以及游戏的这个能力。那其实还是如果是按这个红杉资本的这个分析的话，那我们30年的时候可能会真的就是说人类应该去更多 focus 在思考上，而非去做这种重复性的工作，然后全部把精力花在去创作的这个领域中啊。那其实基本上呢，AI 的模型几个领域就是像生成式 AI 吧，它可以用的就是 copywriting， 然后 vertical specific writing assistant， 然后包括 code generation 写代码，然后生成艺术品、游戏，然后媒体和广告，然后设计，以及最后是社交媒体还有这个整个 digital community。那这部分都是这个生成式 AI 可以 cover 的领域。所以呢我们讲那么多，其实基本上是 cover 了整个包括上一个视频讲 AI 的历史的发展，然后到我们直到看到今天，然后有这个生成式 AI 的出现，然后我们包括对这个生成式 AI 的分析，根据这个红杉资本的这一套这个总结，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发展的太快了 AI， 所以在未来可能发展会更快。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找到就是 AI 如何可以帮助我们做更好的事情，也就是说人类应该做更多的事情在思考上和创作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你的工作或者说你的生活中有太多重复性的东西，或者说你觉得没有特别大意义的事情一直在重复做，那我觉得你应该去思考一下，是否应该把这些事情交给 AI 去做。怎么才能交给 AI 去做？你要思考这些问题。那如果说，因为每次我们看历史是轮回的嘛，然后包括之前的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它都是要去替代掉一部分人类，所以我们怎么去来应对，怎么去来赶上这个 trends 和这波浪，那就需要我们去有这个，就比如说你去冲浪，那你就需要有这个 skill， 对吧？就是这个技能可以去冲浪，然后跟着浪一起走在它前面。所以呢我们最后基本上这个我们觉得是还是把你的眼睛打开，然后 keep your eyes open， 然后 stay open-minded， 去来接受这个现实，然后开发一个你的个人的这种学习系统，然后去不断挑战自己，以及保持一个独立思考的这个能力，可以去灵活的去拥抱这个变革。那基本上我觉得我们这两期视频呢，这一期视频主要是希望是给所有的观众去有一个很理性的角度去看一下 AI 的发展以及生成式 AI 的发展，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说通过我们的视频有更多的对 AI 的认识，然后也可以快速的去来思考一下我们如何利用 AI 去创造出来更好和更有意思的东西，然后包括来帮助我们生活变得更好，而不是把它想象的特别的就是反乌托邦或怎样。对，所以我觉得，就我个人觉得，我在做这两期视频的时候，我收获非常多，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做 research， 去思考，然后去总结，然后所以但我并没有直接用 ChatGPT 让我帮我把稿子写出来，所以只要是你这个思考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谢谢大家的观看。那也请你们期待我们之后的几期视频，然后我们希望用大概可能1个月半个月的时间，让大家有一个完整的对 AI 的认识，然后也是我们成长和学习的一个过程，分享给大家。好，谢谢你们，然后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 like 我们的视频，或者说如果你觉得有用，也把我们的视频转发给你身边的人、同事朋友或者说就是家人。然后也希望大家这个工作愉快和顺利，拜拜。